還記得之前家裡都是愛馬仕的 Austin 哥哥嗎？他要帶我們去看世界上最貴的安縵，沒錯，就是那個有錢也不一定訂得到，住一晚要價超過15萬台幣的頂級沙漠飯店。今天我們要去的地方絕對會打破你的想象 ，Amangiri 就是 Jenny 瘋狂打卡過的那間飯店，沿途的風景簡直像開車在火星上一樣，超級壯觀。到底這間藏在峽谷裡的飯店憑什麼這麼貴？跟着我們一起看下去吧。終於抵達飯店了，這裡的隱秘性極高，服務更是沒話說。一進門，馬上送上冰涼的毛巾跟迎賓飲料哦。當我們進來的時候，其實他會介紹我們這邊的大概的狀況，然後進來之後呢，會有一個迎賓飲料，然後會有一個 very very cold， 非常的冰涼的一個 towel， 可以讓你 refresh yourself， 然後你可以看到 stunning view。Wow, let's talk in English. 它的價格雖然是很貴，可是它的 view 其實非常 stunning。那這個 stunning view actually worth $1 million。好，現在我們切換為中文頻道哈。Amangiri 在梵文裡有寧靜的山的意思。它厲害的地方不是把建築蓋得多張揚，而是讓混凝土、砂岩、水面和天空看起來本來就應該在一起。這裡很多走廊故意做得很狹長，光線會隨着時間改变，走在裡面有點像走進羚羊谷的岩縫，只是它被轉譯成飯店建築。飯店基地有900英畝，超過12英里的步道系統，所以住在這裡不只是待在房間裡，而是隨時可以走進沙漠哦。你看這個超大的無邊際泳池，設計師當初一看到這塊擁有1.65億年歷史的巨大侏羅紀岩石，就決定把泳池直接繞着這塊石頭蓋，真的超級震撼的。另外 Amangiri 還有一座超過25000平方英尺的 SPA， 讓你享受燒錢的快樂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看完公共領域之後，終於要來看看到底一晚這麼貴的 Amangiri 房間長什麼樣子。好，那接下來講是 Google 是外國人，所以是英文頻道。那我這邊幫大家簡單翻譯一下。房間裡面所有的設備都很完整哈，電視、WiFi、燈光控制、Nespresso 茶具、非酒精飲料，通通都有。房間外面還有自己的戶外露台，如果想要出去走走的話，也可以直接請飯店推薦附近的健行路線。那這個房間呢，它也是一個類似回字形的構造，非常的寬敞，像是超級無敵大套房一樣。所以這個房價值不值得呢？我們請 Austin 哥哥來介紹一下，那大家就直接看畫面自己評斷一下嘍。我們進來我們的房間，今天住的是所謂的 Desert View， 因為這邊有好幾種房型，那有沙漠的風景，那也有 Mesa， 就是那種大石塊的風景。住2晚嘛，所以我们就住不同的地方這樣子。那今天這個房間就是Desert View，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OK 可以帶走。那這裡面其實該有的東西都有，所謂的比如 Trail Map 啊，或者是去散步的路線，或者是說它活動的時間，因為我們有預約一些活動要做的。這些東西都可以在住的過程中使用，比如說帽子啊，或者徽章。可是他只給1份呢，那我們有2個人。那我相信這個，因為它上面都有簽名，說這個基本上就是不是那種複製的，是真的是，就是真的是人手工去制作的，就是不是那種大量複製的東西。這個我也會做，你也會做，可是那也是要自己做啊。對啊，我就說不是大量複製啊。那他剛才有送這個卡來。Dear Mr. Liu, welcome to Amangiri. We are delighted to have you with us, and we look forward to certainly a truly memorable visit to our peaceful mountain. Please let us know if there's anything we can do to further elevate your experience. Wishing you a rest. 好，我們英語課就上到這邊哈。因為他字就是用那種很藝術性的寫，說其實真的是蠻難看得懂。那其實來之前呢，他有問說有沒有什麼 special occasion。如果說有 special occasion， 我相信他應該會再幫你準備一些蛋糕。不過迎賓的小點心也還是有的啦。長師姑姑呢，就用這個托盤把蛋糕帶進來嘍。那這外面呢，其實可以來看一下。那外面就是Desert View， 那你可以看得到，其實就是沙漠的風景。那這邊呢，事實上是有一個 fire pit， 那它那邊有個點火的東西，那晚上就可以在那邊烤火，然後看風景這樣子。晚上其實，在那個 main lobby 那邊也有觀星的地方，就是它晚上是有stargazing， 我猜應該是會有
就是望遠鏡可以讓你觀星這樣子。那這一側就是睡覺的地方嘛，那這一邊呢過來，它的浴室呢其實就是剛好它中間有一個浴室，其實蠻漂亮的，就是可以看到整個沙漠。如果在這邊泡澡應該是蠻棒的。我希望它有好的浴鹽。那這邊有雙 sink， 而且很大，我覺得這個我很喜歡，就是離得很遠，很棒。那還有一些 amenity 在這裡。那拖鞋，他剛才講這些很有趣，就是說有人就真的穿着浴袍、穿着拖鞋到處走，去吃晚餐也這樣穿。我覺得我是不太敢啊。可是就是穿拖鞋就走出去，其實是應該是蠻好。好，大概就是這樣。這邊是廁所。那裝置藝術。其實也是蠻漂亮的，這個燈也蠻漂亮的。所以我覺得呢，其實這樣的房間呢，其實我是覺得蠻舒服的啦。那當然價格來講，是蠻貴的。像這樣一間房間，大概平均大概$5000一個晚上。所以其實你說貴不貴，它蠻貴的。可是它的 experience 是沒辦法比擬，因為其實你那個 view 其實基本上可能就值100萬。希望有機會大家可以一起来。我看我還是先吃飯比較實在哦。另外啊，很多人看到 Amangiri 的房價會誤會說，哈，這個價格不包含吃飯嗎？其實它的住宿方案呢是全包哦，所以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包在住宿裡面，不是叫你去吃什麼簡單的自助餐而已啦。他自己的餐廳就是正式的餐飲體驗哦，除了菜單上的頂級美食、一部分的酒精飲料之外，全部都可以隨便你點哦。他們用在地農場的新鮮食材，結合美國原住民的特色風味去做精緻料理。今天吃了什麼好料，馬上就介紹給你看。非常的 Q 軟，外層烤得脆，然後裡面實際上是蠻 Q 軟，沒有過分的調味，有點檸檬的酸，可是基本上就是原味的，很棒。要不要吃一份？介紹先吃。啊。那我們剛才吃完前菜之後，中間有一道介於前菜跟那個主菜中間的一道，調味的蠻好，不過有一點點鹹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美國的味道比較重，如果我自己來煮的话，就是可能會稍微再淡一點。不過那個蝦子的味道很好，就是吃完之後嘴巴裡面都還是蝦子的味道，很新鮮。這邊調味就很好，它不會過分的調味，所以這邊也應該都是很新鮮的啦。主食有魚也有牛肉。有點太老了，不太行。不是，這是最尾巴的牛肉比較好吃。所以晚餐是我们的第一道，那這是前菜，那這個soup是看味的，對，那這個看起來非常好吃的感覺，雖然有點烤焦，可是感覺上就是非常的 crunchy， 在外面很脆，咬起來應該是有嚼勁。那他這邊有強調說是這邊的有機農場所生產出來的玉米。為什麼你吃這個東西看起來這麼為難？它就是一個迷的東西。我說不知道好吃不好吃，因為我覺得東方人的胃可能真的跟着就是它就新奇啦。對我來講，我不敢說我覺得好吃或不好吃，可能它有點酸酸的。I don't know， 就是你自己可能做完試試看咯。Try 這樣子就是 daily soup， 這個是蠻特別的，它應該是南瓜之類的東西，只是它裡面有含一點點 ginger， 一入口呢，當然是很綿密的那個南瓜味，可是它就是會有一個那個辛香料的那個薑的那個味道飄出來，我覺得還蠻特別的。所以這一道我想蘸這個一定會很好吃。這道沙拉呢是我想應該蠻清新的吧。好，就是一道沙拉，就這樣子。我要說，魚真的烤的，就是那個皮是真的有外焦內脆的感覺。那魚肉也很好吃，沒有太乾。中午的好，其實我都不記得我們有點這一道，對啊，可是他就送來了。有點乾吶。那現在接下來這一道呢，
事實上是兔肉 spaghetti， 所以說我们來吃吃看。啊，怎么可以吃兔兔？兔兔那么可爱。spaghetti 很好吃，不会太鹹，那煮的像印度剛剛好。兔肉我不知道，我吃起來兔肉跟一般的雞肉那些好像沒有什麼太大差別，就像雞肉我的感覺就是有點柴柴的，像雞胸肉的感覺，大概是這樣。接下來這道是和牛的餃子，然後我們來吃吃看。肉的味道就馬上就充滿了，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那個香味是蠻足夠的，其實搭配起來蠻好吃的。OK，住宿費這麼昂貴哦，所以吃飯這邊就會介紹比較長一點啊，大家都當做是陪伴系的影片哈。繼續看我們吃下去。好的，很剛好。不過有一點鴨的腥味沒有去掉，然後軟嫩度是剛剛好，是蠻好的。只是如果不喜歡吃鴨肉味太重的，那我想你可能要考慮一下。那如果你覺得鴨肉味對你來講反而是美味的話，那蠻強烈推薦它的。我的甜點呢是雪酪，我們來吃吃看。都很好吃，很特別是它這個 sorbet 上面它還有撒一點鹽，除了甜的味道之外，後面是一個鹹味上來，我覺得還蠻特別的，好吃。對，就是 apricot 的味道，然後底下這個有 cinnamon 的味道，我覺得蠻好吃的。這個是 pear 的那個 sorbet， 那我來試試看。對，很好吃，很清新，我覺得兩個都蠻好的，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沒有來的話，這兩道都可以點。吃完晚餐之後，如果你以為 Amangiri 的晚上就是回房間睡覺，那就太可惜了。Amangiri 位於非常偏遠的沙漠地區，本身光害就非常低，飯店也特別按照 Dark Sky 的概念去控制夜間照明。飯店也有安排大概90分鐘的觀星體驗，有天文導覽帶大家看行星、星座，甚至比較深空的星系。可是老實說啦，就算是什麼都不懂哦，坐在沙漠裡抬頭看也很夠了。像我是沒慧根啊，我根本看不出星座的樣子。回到房間之後啊，就到房間外面的小露台烤火。夜晚的沙漠可是非常寒冷的，所以這個烤爐是很有氣氛的哦。養足精神，明天就要去挑戰健行活動嘍。飯店裡面就有自己的健行步道哎，我們今天參加了飯店的 Broken Arrow Cave Hike， 這是一條難度不高的導覽健行，但它有趣的地方不是運動量很大，它是一路可以走進這片土地幾千年的歷史裡面哦。So this is a leftover movie set from the film Broken Arrow. It came out in the 90s. 眼前的這個洞穴外觀曾經是電影《斷劍》的拍攝場景，當年電影裡面只出現短一小段，可是現在走到現場，反而有種走進西部電影片場的感覺哦，很有臨場感。現在畫面上這個綠點點，大家有沒有看到？這個不是後來觀光做的裝飾哦，這是古代人在岩石上的岩刻，可以看到像大角羊一類的圖案，推測可能是跟狩獵動物或是人們的移動路線有關。可是這些符號真正代表什麼，其實沒有人能夠100%翻譯。我覺得歷史最迷人的地方，就是幾千年前的人在這裡留下記號，而我們今天還能站在同一塊岩石前面看它。Basically, they're just different weathering rates of erosion. 然後這個洞穴啊，是幾千年前美國原住民打獵跟生活的地方。因為沙漠非常乾燥，很多生活痕跡反而比較容易被保存下來。裡面保留了大概6000到8000年前的東西吧，包含他們種的玉米、打獵用的石器、箭頭、裝水用的陶器，甚至還有木乃伊化的古代人類大便化石哦。但是我們這一段不要只把它當成是看石頭哦。這些看起來像化石的東西，更準確的說是考古遺留跟動物骨骸。它在告訴我們，這片現在很乾燥的土地，過去曾經有不同的動物、植物跟人類生活在這裡。我們走進的其實是一個很久以前的人類生活現場哦。剛剛去做完 hiking 回來，很累，太陽蠻大的，然後今天溫度應該蠻高的，所以晚一點去那個羚羊谷的時候，一定要穿上。回來喝個冰冰涼涼的 smoothie，非常的棒。
再來是整趟旅程的重頭戲 ，Amangiri 專屬的羚羊谷導覽。平常去羚羊谷不但要提早搶門票，還要人擠人欸。但是飯店有提供專屬的燒錢行程，我們有原住民向導親自帶路，完全不用排隊，直接包場享受這個世界級的奇景。這裡的峽谷是1億多年前經過板塊擠壓和水流侵蝕，才變成今天這樣。向導還會制造煙霧彌漫的場景讓遊客拍照哦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官方目前沒有在網站上列出固定的售價，所以呢，價格要以你們當時的飯店賬單跟訂房確認性為準哦。好，我們豐盛的早餐，離開飯店前再來看最後一頓飯吧。好，那第一口這個，其實我已經完全忘記要講什麼，非常的脆，然後上面就是用海苔，有點像海苔餅。那入口的时候其實是很 Asia 日本的 milk bread。我們來吃看看，那面包很香，才剛切開，那個味道整個都出來了。对，這個入口很像奶油，可是它上面是有味道的。然後呢，這個醬呢，實際上是wasabi 的醬，真的是生魚片，好厲害哦！在沙漠會有生魚片，怎麼辦到的？好，那我們今天是中式嘛，一個牛肉面。先喝一口它的湯，非常的淡的牛肉湯，再吃一口牛肉好了。啊，它牛肉基本上就是拿牛排，做的一點都不像我們的牛肉面，面非常像面粉一樣，就是非常的軟，然後非常的沒有講究，整碗就是一個失敗的牛肉面。這兩道兜起來很怪。早餐後開車離開 Amangiri， 大家看到這邊不要先切斷哦，我們現在要離開安靜的荒野，直接奔向日航的頭等艙。多虧 Austin 的慷慨分享，才能體驗到這趟超夢幻的美國奢華之旅。接下來 Austin 要體驗的尊榮日航頭等艙，我拜託他幫我們拍他搭頭等艙的體驗，那我們就跟着他的視角一起來看一看頭等艙的感覺吧。我之前都有介紹過，除了空間，把它拿來放自己在地面上拿上来的水果跟飲料，這邊有它點的 amenity。護眼包，在飛機上的化妝品，就是讓你保濕吧，我覺得就是 skincare essential。那它這邊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是，它的椅子是有環繞音響的，說你可以不用戴耳機。那這裡面是3000，它其實也可以快點變亮。我觉得最酷的還是我旁邊這兩個音響，它真的還蠻清楚，還不錯。然後因為今天非常的空，就是我要睡覺的時候呢，它會在另外一個位置幫我設計一個睡覺的地方，就是我有2個包廂睡覺的地方。不瞞大家說，我這輩子唯一搭過的頭等艙就是星宇的，但星宇那個頭等艙的空間實在是不能跟這個比啊。今天我算是見識到了真正的頭等艙要有多寬敞。頭等艙睡覺的地方，就說人哦，真的是搭過一次就回不去了，太舒服。難怪之前有人跟我說，星宇那個頭等艙哦，嚴格來說算是超豪華商務艙。現在我算是懂了啦。這是早餐的部分，有它著名的拉麵，還有一個有生章魚的飯，凍飯。所以是1晚15萬的 Amangiri， 還是尊榮的日航頭等艙，哪一個才讓你心動呢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。大家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啊！謝謝。